身上厚重的灰尘掩盖住了内心深处陈旧的伤。时间变成溪水，会如何流去向何处？凝视倒影中的自己，怎么越看越远东圣地，亵渎者死！寻找黑暗中的光，就算到最后只剩下倔强，谁定义的善恶，用什么来衡量？梦与现实在较量，找黑暗中的光，就算最后只剩下一身伤，血色洗却山河，用什么来抵抗？黎明会冲破迷惘。其实暗杀雷洪和收复远东，是总长大人早就筹划好的。我已与元老会达成了一致意见，晋升子川秀为统领。子川秀大人，可否跟在下聊几句？麒麟，我要为我哥哥报仇！手管教不严，竟然让手底下出了个叛徒。父王命你接任族长之位，一直以来子川家都对我族虎视眈眈，望大哥早做打算。我在兰城秘密会晤了刘风清，他已经同意将刘风霜送至上都为质子。我不赞成龙骑兵计划。我身为远东统领，要对自己的领地和民众负责。如果你将来不是远东的统领呢？总长大人，坐吧，就是自家人聚聚，不必拘礼了。阿宁没和你一起来？是的。远东的确是苦寒之地，阿秀比之前瘦多了。只要能收复远东，这些不算什么。你能有这份心，也不枉先总长对你的一番期许。过2年，阿宁就要继位了。阿秀，你是自家人，要留在上都多帮衬帮衬他。你不用担心远东，我会安排林兵副统领接管远东军团。他镇守瓦伦要塞多年，对远东也比较熟悉。总长，远东情况复杂，各个种族对家族原本就有积怨，这个时候派遣新的指挥官过去，我担心会出乱子。你考虑的对，但是远东毕竟是家族的领地，委任谁当指挥官，还轮不到那些野蛮的家伙说三道四吗？再说，你3个部下不是还在那里吗？有他们辅佐林兵，不会有事的。总长，我可以选择拒绝吗？当然。不过如果这样的话，家族同样也会选择放弃远东。家族鹰旗飘扬之处，从来只有一个声音。如果家族连这点权利都没有，你说远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知道了，我会让白川他们尽力辅佐林兵大人的。总长大人，下官不胜酒。有点困，先告辞了。我一直在等你出来。宁殿下找我有事吗？你在生气？为什么？
今天的事情，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？是的，准确的说，这本来就是我向叔父提议的。明白了，在家族的眼里，远东不过是一块战略上的盾牌，消耗魔族兵力的屏障而已。如果你能参与龙骑兵计划，一举灭亡西北的刘峰家族，这个功勋绝对要超过你在远东的。所以在你的心里，牺牲掉远东也是理所当然，对吗？阿修哥哥，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你究竟是把自己当成了紫川家的统领，还是割据远东的军阀？哼，这个问题，你是以什么立场问的？是从小和我青梅竹马的紫川宁，还是未来的家族继承人紫川宁殿下？阿宁，你变了，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。我是为了你好，魔族随时会杀回来，你留在远东只有等死啊！如果要死的话，我希望能死在远东。阿修哥哥，变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叔父说你随时有可能在远东自立为王，还是我不相信。现在，我相信了。为什么？远东对你就那么重要吗？是我欠远东的。那里的人尊我为王，我对他们负有责任，就像你身为继承人对家族负有责任一样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家族继承人的地位。对不起，我不能。阿修哥哥，你不爱我了吗？宁殿下，人生除了爱情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的。比方说，扇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的耳光。大人，你叫我。这封信，你亲手送到白川手里，走古岐山脉的密道。记住，这件事10万火急。放心吧，大人。掐！物资已经安排妥当，非常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法伦要塞的守军是干什么吃的？紫川兄，远东不是应该在你的控制之下吗？魔族的军队怎么会越过远东出现在家族呢？总统领大人，远东现在是林兵在掌管，你好像问错人了吧？马上给林兵发信，问问他到底在干什么。是。大哥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别是要把我给卖了吧？到了。大人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听说过777吗？你是说家族那个绝密的军工厂？就是这儿。眼熟吗？刺杀咱们的那个宪兵，他的哥哥是这里的工程师，因为不满工期闹罢工，杀他是总长的意思。没有人能阻止他西上的野心。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？第一，
你已经到了该知道的级别了。第二，你应该知道，检察长，欢迎您来视察。他是吴兵齐本，这里的负责人。这是家族新晋统领紫川秀大人。啊，欢迎统领大人前来视察。吴齐本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新成果吧。这么短的距离，正常弓箭也做得到吗？统领大人，我们的射击目标是那儿。目标，3号标靶，准备。发射！漂亮！哎，这距离至少有1000米以上吧？1400米。阿修，你说有这些装备的支持，我们打得过刘风霜吗？我为什么让你看这些武器？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可装备优势只是暂时的，只要这些装备出现在战场上，用不了多久，刘峰家族也会仿制出来的。你说的不错，但至少1年之内，刘峰家族无法研制出同样威力的武器。有1年的时间，大局已定。刘峰家族目前属于分裂状态，消灭刘峰是我们统一人类种族大业唯一的机会。大哥，这些我都懂。既然你懂，为什么还要放魔族入关，阻挠龙骑兵计划的实施？大哥，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，那是在侮辱我的智商。除了那条只有你知道的古岐山密道，我想不到还有第2种可能，会让魔族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家族腹地。所以你是在怀疑我吗，监察长大人？不是怀疑，是确信。这只是你的猜测，我没有理由。圣庙窃权，和谈早已破裂，远东危在旦夕。这些你还打算瞒多久？你怎么知道？阿修，就算魔族真的夺回远东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已经安然回到了家族，你、我、斯特林，就如从前一样，我们3人并肩作战，活捉刘风霜，拿下远京一统大陆，千秋伟业将在我们手中开创。大哥，你有你的立场，我也有我的。远东是我的生命。我只想远东安然无恙。现在就如你一样，我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大哥，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做的，如果你想要逮捕我，现在可以动手了。既然你的决心这么坚定，而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又只有我一个，所以你会不会要杀我灭口呢？试试看，杀了我，你的秘密就没有人知道了。大哥，我不会对你出手的。阿修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的妇人之仁终究会害了你。4天之内，我希望看到那些魔族主动退兵，秘密不可能永远被隐藏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无处容身，别忘了你的选择不只有紫川、林河。龙骑兵计划一旦启动，紫川和刘峰都将自顾不暇，那么就远东的就只剩下西南林家。你要请调去西南的黑旗军？是的，一旦我们跟刘峰家族开战，虽然主战场在西北，但难保西南不会出事。当年刘峰西山就曾从西南绕道直取我上都，这件事情绝不能再次发生。西南毕竟是后方，以阿修你的才能，去那里实在是有些可惜了。
只要能为家族效力，在哪里都一样。还请总长答应。好吧，还想让你多休息2天呢。谢谢总长，请总长放心，那下官就告退了。总长，东部行省传来消息，前些天出现在那里的魔族突然消失了。消失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黑旗军11万兵力，有10万都是新补充的预备役，骑兵师团的战马连500匹都不到。自从方剑统领走了之后，黑旗军就成了没娘的孩子。边防军和中央军隔3差5就以各种名义借调，借出去的是精兵，还回来的就变成新兵蛋子了。那马呢？我听说半年前不是刚批给黑旗军5000匹战马吗？确实有这么回事。为了这5000匹战马，我在歌山统领那儿都磨破了嘴皮子，好不容易批下来了，结果这马还没出马棚就被斯特林大人劫走了，说是给他们53预备役师团准备的。好啊，斯特林这浓眉大眼的家伙，也开始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了。这5000匹战马，我要让他一匹不少的给我吐出来。本来还准备从黑旗军刮层油水出来给远东呢，这下倒好，还得帮他们要债。这年头，整天养家钱果然不容易啊！准备马车，去军务处。你今天来就为这事儿啊？对啊，不行吗？你把那个53预备师的负责人喊出来，我倒要跟他理论理论，凭什么用我们的战马？我抗议！我强烈抗议！这个53师，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？你还是这个部队的创始人呢。二哥，你又蒙我对不对？你是说？你总算是想起来了。前段时间你在远东的时候，那些战马、物资什么的，不都是以53师的名义到了你的口袋里吗？哎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一码归一码，斯特林大人，这账面上您可还欠着我们黑旗军5000匹战马呢。你臭小子，你跟我耍赖是不是？哎，这怎么能是耍赖呢？大家现在是公对公，一切以白纸黑字为准。早知道你会来找我，黑旗军那烂摊子的确不好收拾。我给你准备好了，战马、弓弩还有武器装备，都在上面了。要不要？不要我撕了啊！要。嘿，哎呀，这下总算能安心的去西南上任了。什么时候出发？今天下午。这么快？晚了，我怕总长大人后悔。这杯水就当给我践行了。大人，您在西南是否安好？大家都很想念你。现在远东情况不太好，魔族已经对我们发起了进攻，战士们很勇敢，但伤亡也很大。其实最严重的是物资，明玉愁的头发都白了。不过请您放心，无论多艰苦，我们也会按照您的命令在这里坚持下去，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最后，祝大人您身体健康，一定要等着我。一记耳光冷了问候，热忱在掌心碎成虚无。我听见风在哭，在远东的峡谷，你们的誓言震碎夜幕，请等我撕破这命运的桎梏，刀锋所至即是归
最初。